丧尸爆发，末日来临了。好消息是我有随身空间保命，坏消息是食物没存够，而且楼里有杀人魔。我家住在1501，我楼上的1601住户是变态杀人魔。我是在丧尸爆发前一天发现的，那天是周五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刚走进家门口，就看到我家隔壁1502的独居女孩家的门半开着，有人似乎正要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么晚还要出门？我刚要打招呼，却发现走出来的是经常在电梯碰到的1601的大叔。他背对着我，轻轻地合上了门。我瞥见他手上戴着一副橡胶手套，胳膊上似乎还有一些血迹。我心跳如打鼓，他感受到什么似的，猛地朝我看来。我已经提前躲进了空间里。是的，我是有空间的。1年前，在老家当神婆的妈妈突然过来，把不离身的玉手镯给我，叮嘱我绝不能摘下来。我向来听话，就一直戴着，直到几周前不小心把手镯磕碎了，手腕上多了一道绿色的花纹。手一摸，眼前景色一花，周围居然变成一片空草地，不远处还有个清澈见底的小水池，四周有看不见的屏障。我沿着屏障走了一圈，心底估算了一下能活动的范围，大概有60-70个平方。当我再次摸向绿色纹路，瞬间回到浴室碰坏手镯的地方，甚至保持着相同的姿势。当时借着一股新鲜劲，我网购了一些蔬果种在草地上，还趁着超市促销便宜，一次性购买了不少日用品和速食食物。原本打算好好享受久违的自然生活，很快就发现了空间的缺陷，居然没有5G 也没有 WiFi， 这对现代人来说无异于坐牢。没几天，新鲜劲退去后，我又恢复了之前的出租屋生活，空间也沦落成了一个普通的储物仓库。没想到这回却救了我一命。联想到那个大叔这大半夜鬼鬼祟祟出来，再加上橡胶手套和血迹，我隐隐猜测对面屋子那个女孩应该是出事了。我不确定她有没有看到我，空间里也没办法看到外面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等到明早再出去吧。早上7点，我拿着武器，壮着胆子出了空间。1502的门是关着的，门锁好好的，干干净净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难道那个杀人犯还会开锁？也许他看到了我，现在就躲在我家里等我回去呢。念头一起，我只感觉心中警铃大作，掉头就快速朝着电梯走去，打算去楼下找保安大叔一起报警。平时这个点1楼的电梯大堂是非常热闹的，一些早起晨练完的老伯会围一起喝茶下棋，可今天一个人也没有。总坐在保安室窗口前刷抖音的保安大叔也不知道哪去了。当我走到大堂门口，这才发现门口居然被人用 U 型锁从里面锁住了，还用很粗的铁链拴起来。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哪怕疫情期间都没这样封控过啊！我拿出手机给保安大叔发了条微信，没多久，消息铃声从保安室传来，伴随着的还有一阵奇怪的低吼声。我轻手轻脚地靠近保安室往里望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直冲我的天灵盖。角落里，保安大叔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，我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大叔养的那条狗。我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悄悄后退，生怕保安大叔听到声音发现我。余光瞥到沙发后面，那里也躺着一具尸体。我慢慢退到电梯旁，用力猛按了几下电梯按键，焦急地等着电梯门缓缓打开。确认无异后，我闪进电梯，紧紧按住关门键，祈祷它快点关上，但门好半天没动静。我突然想起这个电梯质量不太好，外面的按钮太用力，很容易卡住，导致电梯门关不上，得再按一下，让它复位才行。电梯外不时传来一些低吼声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垃圾电梯真要命啊！不行，如果这会进空间，很难想象如果出来时电梯没停到位，或者赶上电梯落下来会怎样。我只能轻手轻脚地走出电梯，再次去按电梯按键让它复位。隔壁电梯的楼层数闪动着，是有人从楼上下来了。我顿感不妙，快速闪回电梯。叮，电梯的到达提示音在寂静的大厅格外刺耳。电梯里的活人显然让他们眼前一亮，都朝着电梯吼叫着冲了过来。在电梯成功关上了。早安啊，你们要干嘛？隔壁电梯里传来一阵阵惨叫声，我惊魂未定地看着电梯慢慢上升，直到15楼停下开门。15楼的电梯大堂和走廊都很安静，地板也很干净，
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蹑手蹑脚走到1501，轻轻掏出钥匙开门。回到家里，我壮着胆把几个房间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，还好没有人进入过的迹象。确认安全后，我的精神一松，身体就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，满脑子都是保安大叔和大爷们血腥狰狞的模样。我想打电话报警，却一直占线。楼上几层突然传来惨叫声，有人从窗前落下。我打开窗朝外看去，末世好像真的来临了。曾经井然有序的城市，现在一片混乱，马路上堵满了车祸的车辆，还有很多蹒跚走着的人。只是细看才发现他们的脸全都是双眼发白、腐败残缺。这些走着的不是人，跟楼下保安大叔、大爷一样，都变成电影里那种丧尸一样的怪物了。我发了几条消息在业主群，提醒他们不要出门。为了不暴露自己，我隐瞒了杀人犯的事情。丧尸爆发的第一天，水电网都还有，朋友圈里铺天盖地全都是关于丧尸和病毒的消息。置顶的热搜是国家发布的红色紧急通知，未知病毒爆发，请居家等待救援。缓了好一会，我才彻底接受了丧尸末日的事实。楼下大门估计是今天早晨丧尸爆发，保安大叔见势不妙就把它锁上了，只是不知道他怎么也被感染了。虽然出不去，但丧尸也进不来，也算安全不少。群里有人在高价求购物资，可是形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控制，并没有人愿意把东西让出去。想到楼里除了丧尸还有个杀人犯，我把平时在出租屋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往空间里搬。算上出租屋和之前囤在空间的食物，省吃俭用撑1个多月应该问题不大。之前播种的耕田长得也挺绿的，不过吃是指望不上了。虽然空间里很安全，但是只有在外面才能有机会得到救援，我大部分时候还是得待在出租屋里。如果有人硬闯进来抢物资，我就躲进空间，等他们走了再出来等救援。看现在这形势，最起码要先自己撑过1个月才可能获救，而且还不知道1个月后世界的情况会怎么样。到时候丧尸病毒能不能破解，救援会不会来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。手机微信响了一声，是楼下的保安大叔发了消息：何小姐，你在家吗？现在外面都是丧尸，在1楼保安室很危险，小朋友也很害怕，我这里还有很多食物，能不能收留一下我们？我愈发惊恐地看着消息，保安大叔不是已经变成丧尸了吗？难道他还保留了人的智商？还是有人拿走了他的手机发消息？为什么要发给我？我不敢回复，但更加坐立不安了。我不知道保安大叔有没有备注我的房号，也不知道现在拿他手机发消息的人会不会过来我房间查看。丧尸爆发的第6天，我还活着，目前水还能正常供应，电和网络时有时无。热搜上的消息看上去并不乐观，群里都是求食物和问救援的消息。楼道里偶尔会传来几声惨叫声，这个时间很多住户的食物已经吃完，一些人会铤而走险出门搏一搏，但是无一例外都成了楼道间的丧尸的食物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我每天从柜子里进入空间睡觉，这样离开空间时还在柜子里，可以悄悄打开柜门确认安全再出来。丧尸爆发的第13天，危险还是找上门了。这天我刚睡醒从空间出来，发现柜子的门半开着，露出很大一条缝。我心里一惊，正要回空间，就听到卧室门口有动静，是2个男人的声音。我悄悄探头看过去，你不是说这里有住人吗？怎么都没看到人？这卧室连件衣服都没有。这里绝对有人住，我昨天真在楼下听到楼上有脚步和开窗的声音了，怎么会一点吃的都没呢？算了，走吧，可能是别的房客过来找物资，没找到就走了。听起来这2人应该是住在我楼下的住户。我听他们要走，心里缓了口气，却听见大门似乎响了一声，又有人进来了。呵，这不是楼上1601的大叔吗？你这油光满面的，看来吃的不错呀。咱哥俩刚搜完这里，正准备上楼呢，既然碰上了，就带咱也回去分点吃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听见一声惨叫，刚才说话的男人呜咽着，跌跌撞撞的后退好几步，倒在我面前，鲜血从指缝里不断涌出。他看见我，张了张嘴，像是在求救，却只能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另一个男人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你活腻了，居然敢杀人！
他们2个人打了起来，我趁着动静把门又拉了拉，只留下很小一条缝。那人身体比较高大，还拎着打丧尸的粗棍，我听见棍子砸在肉上和男人的谩骂声，听起来那个杀人犯并不是对手。我心里莫名缓了一口气。很快，随着一声惨叫，传来棍棒落地的声音，这场打斗结束了。被抹脖子的人还在地上喘气，还好他的目光很快从我身上移向了天花板。1601的大叔走了过来，刚才的打斗让他口鼻淌血，浑身满是淤青，可他却仿佛浑然不知，此刻充满兴趣地低头观察地上人的表情，似乎很享受这份别人死前的绝望。我的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，有种想要干呕的感觉，心脏也砰砰砰地越来越大声，有种对方也能听到的错觉。杀人犯像意识到什么，突然抬头看向柜子，伸手就来拉柜门。我在最后的瞬间回到了空间。末世爆发的第17天，回想起那血腥恐怖的场景，我依旧感觉有些手脚发软。已经过去了快4天了，就算那个变态杀人魔发现我了，也不可能还会守在我卧室，总得出去找吃的吧。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万一有救援的消息就会错过。我一出空间，柜子门大开着，柜子内板上有一些劈砍和撞击的痕迹，看来那杀人犯确实感觉到柜子里有人，只当是有暗门吧。地上的血迹已经干涸，整个房间充斥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，让人作呕。客厅没啥动静，我轻手轻脚地朝外走，客厅的书桌被搬到了一边，窗户前挂着好几大块黑色阴影的东西，我的心突然提了起来，等稍微靠近我才看清楚，是人。被掏空内脏的尸体像烧腊店的牲畜一般被吊起来挂着，已经晒得脱水成半干尸状，风吹进来碰撞到一起，宛如风铃一般发出咔咔的声音。尸体下还摆放一个塑料大桶，里面装满了血，放了一个水瓢，看起来是用来替代饮水。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一股恶寒从心底涌起，不等我逃跑，一把刀就悄无声息地挨上了我的脖颈。我僵在原地，根本不敢动弹，一股温热带着血腥的气息喷在我的后脑勺上。虽然我很想看看血从你细嫩的脖子里喷出有多美，但是我更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。做到什么？别给我装傻，里头那个柜子我检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门和机关，你是怎么从里面消失又出现的？空间是绝对不能暴露的秘密，从我在柜子消失又出现，他应该能很轻易推断出，我只能在原地穿越，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放心让我展示。他只要在我消失的地方布置一下，我可能出来就会死。为了安全，我只能永远被困在空间里了。一定要想办法制造一个机会，逃离他的视线，然后再穿走。那个虽然可能很难相信，但是如果我说那个神奇柜子一天只能进去1次，你信吗？我可以明天演示给你看。呵呵，你撒谎！那天晚上也是你吧？那天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离柜子那么远你也能进去。那我换个方式吧，如果我数到3，你还没消失的话，我就杀死你。怎么办？从这些被处理的人肉和他能蹲守我4天看，这个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都异于常人，根本没办法忽悠过去。如果我不穿走，只怕他就算现在不杀死我，也会让我经历非人的折磨。怎么办？难道真的只能被动的回空间保命了吗？我的手犹犹豫豫地摸向了绿纹。不对，如果我这时候穿越，他离我这么近，会不会跟我一起穿越进去呢？欢迎光临。虽然这样也许可以把他困死在那里，但是我的物资也全赔进去了。没有物资和空间，我真的能在这样的末世活下去吗？好，我可以消失给你看，但是你要离我远点，不然你杀了我，我也做不到。杀人犯的手松了松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砰！杀人犯被人一棍子打中头，身体摇摇晃晃倒退好几步。我心里一喜，却见杀人犯身体摇晃了几下就站定着，脸上露出一丝不屑。偷袭的人是一个有些眼熟的高楼层住户。想到杀人犯之前跟那个壮汉的打斗，我忍不住提醒：小心点，这人很抗打。我知道。他又朝着杀人犯的头狠狠砸去，一副要置杀人犯于死地的样子。杀人犯不躲不闪，居然用左手硬抓住了球棍，手里的刀直接刺进白发男格挡的胳膊。
白发男抓住杀人犯拿刀的手，转身将他过肩摔了出去。快跑！这人是个没有痛感也没恐惧的变态，而且力气很大，很难对付。我们朝着门口跑去，杀人犯很快站了起来，他的口鼻淌着血，脸上的笑意和残忍却不减一分。我们出了门，刚朝应急通道跑几步，白发男突然拦住我，他比了一个噤声，眼睛死死盯着应急通道半开的门。哒哒哒哒，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过来了。不好，是那玩意来了。我刚想问是啥玩意，就看到什么东西出现在了门口，我只感觉头皮发麻。是保安大叔的那条大狗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条丧尸狗。虽然一条腿断了半截，但是行动看上去并不太受影响。此刻他灰白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和白发男，低吼着一步步朝着我们逼近。杀人犯在身后把门重重地关上了，白发男一手受伤，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他显然觉得我们死定了。1502的门锁得死死的，我们只能朝身后退。已经停电了，电梯用不了了，这边是死胡同了。我抓住他的胳膊，准备带他一起去空间。没用的，你的空间只能你一个人进去。我有些惊到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有空间的？你能走的话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我穿进了空间，果然跟他说的一样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他咋知道我有空间的？连能不能带人进来都知道。好家伙，难道我妈知道末日来了，在外面到处批发卖这手镯？不应该啊，我记得这手镯我妈宝贝得很，是祖传的来着。还真的走了，这样也好，至少他能活下来了。拼死一搏的话，我应该能杀死他吧，只是想全身而退，估计是不可能了。好烦啊，我可不想变成这种东西，被他看到。到嘴的鲜美人类突然少了一个，显然让丧尸狗变得暴躁起来。他咆哮一声，就朝着白发男扑来。白发男举刀准备给他迎头一击，一块巨大微蓝的透明立方体凭空出现，中间隐隐能看到那个少女的模样。哗啦，水块十字支撑瞬间倾泻开，丧尸犬被猛地冲了出去，潮湿滑溜的地面竟让他一时站不起身，有些滑稽的原地摩擦着。原来如此，他是跳进水里穿越，所以把周边的水也传送出来了。这点水对人影响不大，但是对体重不到40斤、脚抵着面小的狗，却可以造成很大的冲击力和控制效果，真聪明。我抓住行李箱盖了上去，将丧尸犬死死扣住。它的力气倒是没我想的大，大概是因为被开膛破肚，吃再多也没办法长肉吧。白发男拿出刀估摸着狗头的位置，做事要刺破行李箱结果它。别，留着还有用。我朝杀人犯的房门看了看，白发男略微一愣，很快点了点头。我回到空间，拿出一个不算重的行李箱压了上去。走。我们猫着腰轻手轻脚地朝着楼道门走去，房间里静悄悄。虽然杀人犯不怕痛，但是毕竟是血肉之躯，白发男对他的那2下应该还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，这回应该在休养生息吧。我们刚走进应急门，就看到行李箱啪嗒掉在地上，丧尸狗挣开行李箱爬了出来。我们用绳子将人牢牢捆死，丧尸狗在那边扒拉了几下，不甘心地咆哮几声就放弃了。这丧尸狗虽然算不得厉害，但是毕竟是尖牙利爪、全身病毒的野兽，比普通的丧尸灵活很多，哪怕只是造成很小的伤害也是致命的，多少能稍微牵制一下杀人犯吧。楼道间躺着好些个被斩首的丧尸残骸，看来这10来天里，幸存者们为了越来越稀少的食物也没少冒险，只怕现在楼里的幸存者已经屈指可数了。白发男住在1701，是杀人魔1601的楼上。我找了些绷带和酒精，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又给他喂了几粒消炎药和抗生素。现在这条件估计很难接中破伤风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空间的？你也有吗？我们都死过一次，不过看起来你好像并没有之前的记忆了。他的话让我有些懵。你的意思是你重生了？白发男点了点头，他似乎又突然想起什么，脸色变得有些沉重，眼神中甚至有一丝愤恨。那个中500万的就是你？是的，那个中奖号码跟我追的号只差了2个数，所以当我发现我好像重生后
就买了一组。还真不贪心。那你囤的物资呢？几百万该不会就买了这么点吧？白发男看上去有些尴尬，他把自己重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他叫李凹鸟，在他之前的记忆里，丧尸病毒爆发后的第15天，弹尽粮绝的他出门找食物，没想到砍杀丧尸时被1701大叔偷袭，被捆起来当成了预备粮。杀人魔大叔似乎对那个卧室很感兴趣，除了吃饭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面。直到第17天，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在他的提醒下，我成功反击了杀人魔，但是也身受重伤。紧要关头，我抓住他，让他别动，说自己有空间可以带他走，却只是自己凭空消失了。杀人魔也恼羞成怒地杀死了他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居然是末日前2天。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又长又离奇的梦，然而接踵而至的电话里，相同的话术，同一地点的车祸现场，都无一不在提醒他，他好像真的重生了。于是他去彩票店买了一注梦里那个500万大奖，只买一组是因为听说同一个号码中奖太多，会有很大几率引发一种量子层面的神秘效应，导致彩票号码发生变化，而且钱太多花不完，在末日没有价值不说，还容易被人盯上。所以他谨慎的只是买了一注，因为是周3领奖，等他奖金隔天到账，距离周5凌晨丧尸爆发已经只有不到1天。有限的时间里，他只能尽量避人耳目的分批次买了一些必要的物资和食物，又加价加急换了更安全的防爆防盗门。他不是没想过来提醒我，跟我合作用空间囤物资，但是那几天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社畜的我，连续加班到周5凌晨，丧尸彻底爆发前一会才会回去。他问保安大叔电话，考虑到他才入住不久，保安大叔只怕他要骚扰我，所以没有告诉他，甚至连有楼栋微信群的事都没告诉他。丧尸末日如约爆发后，人人自危，他也不例外。这次他没有为了物资出门砍杀丧尸，所以也没落到杀人魔手里，只在第17天掐准时间上门救了我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但是又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。你知道这里这么危险，为什么不找个偏僻人少的地方苟起来？这样也不用担心囤货被发现，也不用去面对这种可怕的变态杀人魔。我想救你，总感觉这个末日在哪里，最终都难逃一死。只有找到你了，才有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一时语塞。虽然我有空间，但是我真的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空间是我那个不靠谱的老妈给的，也许她知道点啥，但是丧尸爆发后，我就一直联系不上她。白发男点了点头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听懂我的话，从他看我的眼神里，明显还是觉得有空间的我，在这个末世肯定有特殊的意义。我叹了口气，又忍不住抱怨：哎，你来就来吧，为什么不能搞点枪支、电击棒、大刀之类的厉害家伙？网上的东西物流赶不上，市场里又根本买不到管制物品，连在超市里多买了几把菜刀都被要求登记身份了。这么难的吗？那不然你就去报假警，栽赃他，就说他偷你内裤，把他弄去局子里做笔录，关着等死也行啊。不是你。我比了个嘘声，窗外隐隐有一些声音，很快变得清晰起来，是直升飞机上有人在广播。这里是 A 市凹区特殊小组救援直升机，目前条件有限，请幸存者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上，前往顶楼楼顶等待救援，救援将在半小时后展开。刀从应急门的门缝里伸了出来，将绳子和拖把棍齐切断。杀人犯脸上挂着一丝愠怒，他的左手被整齐地切掉了半截，看起来是被丧尸狗弄伤后，为了避免感染，第一时间斩断了受伤的手。时间紧迫，在凹鸟的指挥下，我没几趟就把房间的物资都挪进了空间。谁也不知道获救后会怎样，这样的末日下，只怕就算是军队里，物资肯定也很缺。我们悄悄走出门，外面很安静，隐隐传出来的丧尸动静，主要还是集中在10层、11层以下的楼层。只要没有很大的动静，问题应该不大。18楼的应急门用 U 型锁锁住，我脑中闪过1楼大门的 U 型锁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果然，通往楼顶天台的门大开着，一个高大身影站在那里，是杀人犯。他的脚下放着那个盛血的桶子。不等我们反应，他猛地踢翻桶子，
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呵呵，好好享受我给你们的回礼。他猛地关上门，随着一阵阵丧尸的嘶吼，楼梯间里响起杂乱而众多的脚步声，浓厚的血腥味让楼里所有的丧尸都躁动起来了。他们嗅着味道，顺着楼梯间疯狂地朝着楼顶涌来。这锁一下打不开的，你别管我，这次真的别冒险了，也许我还能再重生呢。那个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虽然我们以前没说过话，只是电梯里见过几次。什么？我是说这锁。没什么。我能携带的东西对大小和体积有一定的要求，之前搬运床什么的都失败了，但是体积不小的沙发却成功了。这个门连着墙壁没法转移，但是只要把 U 型锁举起来，不跟其他东西接触，要转移走还是很容易的。我们刚关上18楼的应急门，他们就已经冲到了门口，巨大的冲击力几乎要将整个门掀翻，我只能快进快出的挪出一些小家具顶住门。这水，我空间多的是水。我看出来了，快走，半个小时马上就到了。距离救援应该不到20分钟了，我们得尽快赶上顶楼。走廊栏杆离顶楼有点高，外墙也没什么能攀爬的地方。1801的门大开着，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看样子这个住户是不小心给丧尸开了门。这户全屋都装了防盗窗出不去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撬开隔壁的房间。等一等，我突然想起那个坠楼的人，我楼上是杀人犯1601，在楼上是李凹鸟1701，那坠楼的只可能是这个1801了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卧室防盗窗上有个逃生的小窗虚掩着，应该是业主看到丧尸后，第一时间跑进了卧室反锁了门，但是眼看木门不精壮，便惊慌失措下打开小窗想要爬出去，不知怎地就掉下了楼。违规搭建的外凸的防盗窗很适合攀爬，透过化妆镜，我们看到杀人犯在楼顶设置了一些求救标识。他突然警惕地抬头看向围栏边缘，悄声走了过去。滴滴滴，是定时的闹钟。他瞳孔一缩，猛地低头闪过了利刃，转身掐住李凹鸟的脖子，竟单手将他提起，重重地砸在地面上。他想去拿刀，一个套索直接套上了他的脖颈。他反应很快，一把抓住了套索。等我猛地拉绳，绳索和脖子间还是被手撑开了不小的空间，我只能用脚蹬着围栏拼命地收绳。他一时没法挣开，只能被我拉着倒退，靠到了围栏上，一时间脸涨得有些通红。凹鸟摇晃着站起身，刚才落地的冲击让原本就失血过多的身体已经快透支到了极限。他拎着刀走过来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将刀深深扎进了杀人犯的心口。杀人犯挣扎了2下，头一垂，不再动弹，看上去像是不行了。李凹鸟也脱力的半蹲了下去。他死了？你确定？也许他的心脏长得另一边。李凹鸟看我满脸认真，有些无语，他还是伸手摸了摸他的脖颈。死透了。不远处传来直升飞机的轰鸣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怕直升飞机漏掉我们。我举着一块颜色鲜艳的板子拼命挥舞，身后一阵低吼声让我浑身一僵。死透了的杀人犯居然晃悠悠地站起来了，是丧尸，他变成丧尸了。被丧尸狗咬了后，虽然他砍断了手，看来还是没能逃过一劫，只是稍微延缓了变异的速度。丧尸缓缓抬起头，灰白的眼球很快锁定了已经无法起身的李凹鸟，飞快地朝着他冲去。李凹鸟，砰！杀人犯丧尸被我撞了个趔趄，下意识要来咬我，我就是拉住绳子用力一蹬，身体瞬间翻过了围栏。丧尸也被我近100斤的体重直接带飞了。何小天，直升飞机上落下了吊索，2个救援人员跳了下来。就只有你一个幸存者了吗？是的，只有我了。我重重地砸在草地鞋垫上，有些晕乎，但问题不大。拉着杀人犯坠楼后，我的身体悬空下落了1秒左右，就移入了空间。根据自由落体公式，1秒钟下落约为4.9米，差不多有1层半楼高。如果下次没有控制好进来的时间，或者身体在空中翻转头先着地，只怕都能当场嗝屁。为了增加容错率，我只能在跳进湖里的同时出去，这样下次进来还在湖里，哪怕手速慢了，一次下落个7、8米应该问题都不大。靠水这边的空间比我想的宽，
几次闪入后，我姿势不太美观的成功落地了。丧尸还挺多，周边一时也没地方躲藏，眼看他们朝我扑来，我只能再次回到空间。完了，现在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如果贸然出去跟丧尸来个合体，就完蛋了。只能先等等了，这些丧尸饿了应该就会走开吧。休息了2天，我开始重新考虑出去的问题。虽然脱离凹鸟的福，短期是不用担心食物问题，但是那样的救援不知道会有几波，持续多久，一直待在空间只怕会完全错过。我打量了一下周围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了！只要站高一点，刚好碰到丧尸的概率就很低了。也许是城市里的活人几乎没了，丧尸们好像都不怎么活动了。之前那一大群眼熟的丧尸还围在这里晃悠，闻到我身上的活人味，他们拼命地跑了过来。我只能绝望地再次移回了空间。在空间吃吃喝喝又过了快1个月，单调的生活让我有些抓狂。给自己做足了思想工作后，我抱着不成功就成人的念头，打算再试一次。没想到周边居然干干净净，不仅没有丧尸，甚至连地面似乎都被人精心打扫过。一些家具和车辆形成一个简易的围墙，将丧尸们隔离在外面。我一转身就看到了一张灿烂的脸。你再不出来，我都快把那个小超市吃空了。你怎么没走？不是有直升飞机吗？我说过了，跟着你，活着才有希望。我扶额，我的秘密你没有告诉别人吧？当然没有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1个月前，救援的人告诉李凹鸟，最近的幸存者基地在 B 市郊区的意见山联合监狱，那里已经恢复了基本的社会运作，只要自行前往那里就能得到救助。